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大伙儿都知道啊，这个黎智英外号肥老黎，他那个案子啊，不正在香港审着吗？这按理说这就是个法律问题，该怎么判，法官说了算，对吧？结果呢，你猜怎么着？上个礼拜啊，就那个万众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，多大的事啊！全球都盯着，看这俩大国要谈点啥，能不能给这个全球经济提振信心呢？结果呢，会开完了，就有那小道消息，注意啊，是小道消息啊，就开始满天飞了。飞的什么呢？说美国那边居然在会上给咱们中方要求，说你们把那个黎智英给放了。我当时一听这消息啊，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？你当这是菜市场买白菜呢，还是人家后院逮了只鸡？你说放就放啊？这想啥呢？简直是痴人说梦啊！你美国张张嘴，我们就得把一个国安要犯，一个白纸黑字写着的货港头目给放了，这叫什么逻辑啊？这黎智英是谁啊？他是在香港犯的事儿，他危害的是咱们中国的国家安全，你美国凭什么要人啊？这简直是荒谬他妈给荒谬开门，荒谬到家了。哎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帮人演戏啊，人家是演全套的，这根本不是临时起意，这就是一出早就排练好的闹剧。咱把这个时间往回倒一倒，捋一捋这帮演员。第一个登场的是政客团，就在这中美高层会晤之前那么几天，美国国会又是那帮老熟人，那帮反华政客天天闲的没事干，就盯着中国这点事儿，凑了大概听说啊30来号人，干嘛呢？联名写信啊，这不就是他们的老套路吗？给白宫写，给国务院写，内容是啥呢？哎呀，你们马上要开会了呀，开会必须得谈黎智英，必须向中方施压，必须让他放人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不就是在借题发挥吗？他们是真关心黎智英吗？拉倒吧，他们就是想找个茬儿，在这么重要的会晤前给咱添堵，给咱上眼药。好，政客演完了。第二个登场的是媒体团，这个会晤一结束啊，白宫那边官方声明里啊，一个字都没有提黎智英，咱这边的声明那更不用说了。但是有些个外媒，什么路透社之流的啊，他们立马就蹦出来了，怎么说的？哎呀，大新闻，大新闻！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哔哩吧啦一大堆。那这知情人士到底是谁啊？是住在白宫床底下了，还是坐会议室暖气片上了？他怎么啥都知道啊？反正他们就言之凿凿的说，提了，会上肯定提了，就是要放黎智英。这谣言造的啊，是有鼻子有眼的。这媒体团刚唱罢，第三个登场的是家属团，这戏台子都搭好了，灯光音响都到位了。那这个主角家属不得登场吗？这不，黎智英他儿子啊，那个叫什么黎崇恩，立马就跳出来了。哎呀，感激，太感激了，感谢美国，感谢你们在会上提我爹的事儿。哎，我说你们仔细品品啊，这个配合打的呀，绝了！你爹这案子还在香港审着呢，你作为家属不去找律师，不去研究法律条文，你跑出去感激一个外国政府来干涉你本地的司法，这脑回路真的是啊，绝了！你们看看。政客、媒体、家属一条龙服务，这帮魑魅魍魉，这帮跳梁小丑，他们演这么一出大戏啊，妄图打救黎智英，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事儿炒热，把水搅浑，妄想靠这个，靠舆论，靠政治压力啊，就能让咱们的司法低头。我送他们4个字啊，痴人说梦。那咱家这边呢，能惯着他这毛病吗？不能啊！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，那叫一个掷地有声。毛宁大姐说的多清楚啊！我给大家伙翻译翻译啊，用大白话捋一捋啊。第一，性质得搞清楚，黎智英是谁？他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，这不是小偷小摸，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。第二，态度得摆明白，中央政府啊，坚决支持香港司法机关。啥叫依法履职尽责？大白话就是按法律来，该抓抓，该判判，不是按你美国的面子来。这第三呢，底线得划清楚，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外部势力干涉。你美国手伸的再长，也伸不到这儿来。我特别喜欢毛宁大姐说的其中一句话啊，她说啊，中央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上，绝不会搞政治交易。哎呀，这话太对了啊！这帮西方政客啊，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？都是生意。他们以为啊，哎，我这有个筹码，你那儿有个筹码，咱俩换一换。他们把这个黎智英当成咱的筹码了。搞啥呢？这是涉及国家安全，涉及14亿人感情的大事啊！这能拿来交易吗？把咱当什么了？那至于那些谣言的外媒啊，毛宁也说了啊，炒作靠那些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啊，这谣言根本就站不住脚。为啥呢？因为白宫自己都拒绝证实，你路透社，你比白宫还懂白宫啊？这个谣言不攻自破。
这帮人演这种龌龊拙劣的戏码，一年演好几回，都演了好几年了，他们不累吗？咱老百姓眼睛都擦亮了，就他们自己在那儿乐此不疲，可悲又可笑啊！好，说完中央的态度，咱再把这个镜头拉近点，看看香港那边。你不是说要搭救黎智英吗？那你不得过香港法律这一关吗？香港是啥地方啊？香港是法治社会，有法可依，违法必究。有些个健忘的朋友啊，或者有些故意失明的西方媒体啊，我得帮你们回忆回忆，这个黎智英他到底干了啥？这可不是上街喊两句口号那么简单。人家控方的指控里写的明明白白，常年担任一系列乱港事件的策划者、煽动者。这最要命的是这一句：公然勾结外部势力，危害国家安全。他天天往外国跑，寻求西方支持。你们快来制裁香港啊！快来制裁中国啊！大伙儿说说，这种人、这种行为，你放眼全世界，你放美国、放英国、放任何一个国家，这种公然勾结外部势力、危害自己国家安全的人是什么下场？这不都是重罪吗？所以啊，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也说得很明白，这案子啊，法律程序尚在进行中。大白话就是啊，正审着呢，都闭嘴，别逼逼，任何人都不应该评论，更不应该干预，这才是法治精神嘛。香港特区政府说啊，所有的案件都是严格根据证明，依照法律处理的，所有被告都享受公平审讯，有基本法保障，有香港人权法案保障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非得按你美国的意思啊，当庭释放，送上飞机给你送过去啊，这才叫公平吗？那不叫公平，那叫包庇，那叫政治凌驾于法律。光官方说还不行啊，你得听听香港社会各界的声音。这回啊，那真是齐刷刷的。你像那个港区人大代表，他就说处理黎智英完全是中国内政，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，香港事务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指手画脚。这话硬气啊！还有民建联的，他们说的更直接，别干预案件啊，别想影响判决，让法官看证据，谁破坏法治，我们就谴责谁。这都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啊。这最有意思的是谁呢？是香港本地的法律界人士。你美国，你西方，不是天天说香港司法不公吗？不是天天说香港法治已死吗？你听听香港自己的大律师怎么打你们的脸。有个叫马恩国的啊，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，他也是个大律师。这个马大律师说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拿威胁其他国家释放罪犯来作为外交手段。哎呀，这话问到点子上了啊！你拿这个当外交手段？马大律师接着说，你如果非要这么干，那只会坐实你干预中国内政、干预香港事务的狼子野心，甚至反映了相关的那个罪犯正是你的妻子。这话说的漂亮啊！马大律师这是诛心啊，直接把美国的底裤给扒了。你越是要人，你越是拼了命的要打救他，就越证明这个人就是你安插的马仔。这逻辑啊，完美闭环。还有个律师啊，叫陈子谦，他就从专业的角度讲，他说香港司法是独立的，是普通法精神，法官是凭良知和法理判案的，不受任何行政机关、立法机关，更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，这才是香港法治的基石。他呼吁香港各界要团结起来守护法治。所以啊，这帮外媒和反中乱港势力啊，他们为啥要编造炒作这么个打救黎智英的谎言呢？其实说白了4个字儿，黔驴技穷。他们心里面门清啊，知道按香港的法律程序走，黎智英那些事儿啊，那些证据啊摆在那儿，他跑不了，那只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了，造谣、施压、泼脏水，违反国际法，就这3板斧。但是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啊，也打救不了黎智英。香港的司法独立啊，不是你美国政客喊两嗓子就能推翻的。这案子人家法庭正公开审理呢，程序透明，证人盘问，事实揭露，都在法庭里依法进行。无论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，那都体现的是香港司法的公正性。所以这帮跳梁小丑啊，就让他们继续演。反正呢，咱们就坚信一点，香港的法治啊不容干预，黎智英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公正的审判，跑不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